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掌管整个国家的女王。女王有很多很多玩具，她住在城堡里，与她的玩具一起生活。而在万圣节的派对上，女王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所以她打算玩一个新游戏。她召集了所有的玩具，让他们在这个城堡里找到自己心中最想要的东西。最先找到的玩具可以获得自由。女王坐在王座上，对所有玩具宣布道。可是女王怎么会知道玩具们最想要什么呢？当然，是因为女王无所不知。那么，游戏开始吧。不过要小心，在寻找的过程中，千万不要被女王抓到，否则会一生都无法离开这座城堡。希望我的任务需求没有让你感到为难。身份卡上，我要在遇见另一个玩家的5分钟内讲完这个故事。不然我的游戏会宣布失败。我想，面前这位美丽的人偶小姐，才是令人挪不开视线。女王让玩具去找自己心中最想要的东西。如果是我的话，那件想要的事物，一定就在眼前了吧。人偶想要获得自由吗？那这位人偶小姐可是要多多努力，毕竟将你一个人留在城堡里，我可是会很寂寞的。看来派对在顺利进行呢。这么相信我吗？
请允许我为刚刚的失礼道歉。祝您好运，美丽的小姐。根据地图，这栋别墅共有3层，1层是大堂、会客间与玩具摆放室，女王的寝室在3楼。2楼比较特殊，有数10间房间，且房间号并不连贯。看来我们的目标都已经很清楚了。我也很好奇。女王与她的所有玩具举办着充满欢乐的宴会，玩具们寻找着他们最想要的东西。是他们最爱的女王。那么，究竟是女王抓住了玩具，还是玩具们得到女王？
晚上好，亲爱的小姐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掌管整个国家的女王。女王有很多很多玩具，她住在城堡里，与她的玩具一起生活。但玩具们怎么也无法得到女王。派对结束了，谁也没有获得自由。于是，派对继续开始了，而女王太无聊了，她打算玩一个新游戏。不，这个故事将永远持续下去。因为我这样说了。或许只是与你跳一支永不完结的舞。亲爱的小姐，别离开我的视线。或许我一直都在为此努力着。
如果我拒绝呢？是我太贪心了，或者说，从一开始，我便被太美丽的东西迷住了眼睛。但我并不觉得自己亏损了什么。如果你想要这颗心，可能要付出很多的代价。现在，再回答我一次吧。你还想要我的心吗？